金光瑶捧着那只封得极其细心的小坛，竟有些不知所措。最终，他还是笑道：“多谢嫂子的好意，我代阿素谢过了。不过是忙了点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子轩一直很照顾我，我做这些也是分内之事。”江燕离只是笑：“辛苦你了。”离开辅导时，金光瑶攥紧了手中乌黑的小坛，忍不住苦笑。江燕离让他想起自己的母亲，这是他唯一无法狠心抛弃的亲人，一样的良善，也一样的天真。只可惜，善良的好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他叹道。江燕离回到宴席上时，魏无羡已经与江澄对饮下一壶酒，两人自小便在各种事上比来比去，就连饮酒这等小事也非要分个高下。金子轩的右手仍有些别扭，端着酒杯还在微微发抖。江燕离连忙跟过去，替他扶稳了酒杯。“你这手都伤了多久了？怎么还不见好？”江澄一脸不爽。“你以为我想这样？”金子轩一面腾出左手去接酒杯，一面没好气地说：“连阿灵叶烈我都没法跟去，真是丢人。你现在这样酒杯都拿不了，更别说拿剑了。”江澄翻了个白眼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对魏无羡抬下巴，说起剑，你终于知道配上你那把破剑了。这些年我可帮你擦泪了，趁你带着剑，我们来比试比试。魏无羡端着酒杯的手一顿，此次重生，他纵鬼靠元神，灵力全来自那枚银铃。平时偶尔耍耍剑玩个把式还好，要货真价实的使用灵力比剑，就说不准会发生什么了。比什么比？你是3岁小孩吗？整天就想着打架。魏无羡仰头喝酒，真要比，有本事你不……话没说完，他的目光突然落在金子轩的剑柄上，金色的流苏缀着光泽柔美的玉石，悬在碎华剑下。你怎么说话还只一半？傻了？江澄跟着看过去，看见什么了？魏无羡道：“金子轩，你剑上那块玉哪来的？”他这句话语气严肃无比，与他今晚每一句话都相差甚远，故而整桌宴席也跟着安静下来。金子轩面带一色，伸手握住那块玉石，又看看魏无羡。碎华的剑穗时常更换，这玉应当是从库存里捡出来的，材质上佳，自为宝玉。怎么，你有什么高见吗？宝玉？魏无羡重复道：“不见得吧。”他轻笑一声，他伸出一只手，对金子轩勾了勾手指，挑起嘴角，又是一个得意又顽劣的笑。金子轩被他这副浪荡行径搅得正眼，也不肯瞧他，一面又不情不愿地摘下剑穗扔了过去。魏无羡笑着把剑穗接了个正着，垫在右手上，仔仔细细上上下下来回看了几遍，又透着月光去瞧玉石的内里，来来回回半刻钟，才终于心满意足般地停了手。他单手把玩着那块玉，边挑眉笑道：“金子轩，你要怎么谢我？”“你说什么？”金子轩忍了他一刻钟，此刻只觉得莫名其妙。“我说，你这玉并非宝玉。”他道：“看似是宝玉，实际早已被逆转。”“何为逆转？你什么意思？”金陵一惊，立刻问道。魏无羡转着那块玉，遥遥对金陵点了一下，道：“寻常上好宝玉，自带驱邪挡灾之效。此玉虽为稀世玉石，这上面雕刻的纹路却不是辟邪的，而是招邪，就像你的招阴旗那样。”江澄问道：“怎么能和我的招阴旗比？”魏无羡不屑：“这玉石若感知不到灵力波动，便不会暴动。我的招阴旗可没有这种拘束。”不过，魏无羡话锋一转，毕竟材质稀世，这玉能吸引来的邪祟，也不是寻常可比的。难怪那只鬼婴突然发难，恐怕是你试图渡它时，邪玉暴动，感染了那只邪祟。难怪我每次运转功力，右手都会愈发疼痛。金子轩一抖一袖，究竟是什么人，在我金家留下这种邪门东西？那就要问问你这块玉的来历了。魏无羡盯着手里的玉，忽地发力，紧紧包住了邪玉。他低声喝道：“开！”邪玉应声爆出一声闷响，仿佛一层封印被强行拓开，邪玉的中心如漩涡般散出乌黑的怨气，浓郁而厚重的怨气在散开的瞬间便已不受控制，沿着魏无羡的手臂一路向上，盘桓在他的肘间。此等凶猛，魏无羡始料未及，舌下淡出一声哨响，来势汹汹的怨气闻声一阵畏缩，
又一股脑地溜回了邪域之内。魏无羡咬破左手，在玉石之上一抹到底，留下一连串龙飞凤舞的纹路。血符成型，邪域才算又一次安分下来。魏无羡松下一口气，把邪域扔回桌上。怎么样？江厌离问道。阿羡，你有没有事？我能有什么事？魏无羡笑道，我只开了一层封印，怨气便如此肆虐。只怕这邪域里的怨气已非常无可比，只是毁掉恐怕无法消其怨气，最好是找个什么东西把它镇住，或者找到炼制此玉之人，取其心头血，也许可解。如果这玉真的难搞到这种地步，什么东西才能镇得住它？自然是极品法宝，或者阴邪毒物。魏无羡道，这个还好说，我比较担心的是，这东西是否认主。